你果然出现了。万小山，是你杀的？小山兄弟是个好人，但好人也难免一死。你的人也死了，为何见死不救？我一直隐隐觉得你藏有后手，所以让他们先出手。果然是对的。原来如此。你们有3个人，但生星令只有1块。韩兄弟是聪明人，评估于我多年，此事若非事关大道，我也不会如此行事。哼，你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恶人。韩兄弟，这飞剑符是你最后的手段了吧？你猜？这里是贪门山谷，你在这行凶，就不怕被人发现？你来路不明，居心不良。等你混入此地，杀了万小山、吴九指跟平姑，我杀了你，替他们报仇。你说那些散修是信你，还是信我？哼，好啊，大不了我就把生星令拿出来，谁能杀你，我就给谁。你。哎，为了块令牌，赔上性命值吗？你还年轻，不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散修的意义。谁？你就是青兰道长，你好像快死了。不过主人说了，你还不能死。看来只有让他去死了。这人是什么境界？连他的动作都看不清，若被抓了，必死无疑。快跑！阁下是哪位？听闻会是你做的，还有点意思。在下只想活命，适才那位身上才有宝物。若前辈能救我性命，我必严加拷问，将宝物献给前辈。升仙令，七派的那一点残羹冷炙算什么宝物？你想不想成为筑基修士？筑基？若前辈能够助我成为筑基修士，今晚愿甘老涂地，报答前辈。前辈，你这个人呐，都快死了还想着筑基，
请前辈助我。罢了。主人，何方妖人在此放肆？走吧，再不走，结丹收拾该来了。是。天就放过你。散修之中怎么会出这样的下刑？难道又是魔道那些人的手笔？这小子真是命大。看来是得救了，莫非是有高级修士出手？这次真的好险啊！看来散修之路注定艰难，想要活得久一点，还得赶紧找个正宗门派。奇怪，那无九指的尸体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梦里有梦的碎片。我跟你说啊，海兄，在越国这修仙界的事儿，就没有万小山不知道的。海兄还想知道什么？尽管问。昨天跟你一路学了很多。这天下散修一家亲嘛，一辈子做个逍遥自在的散修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不如怀念，总说往事都如烟。此去黄风谷，便要遁出红尘，凡间种种，与我再无牵挂。走之前，再回家去看看吧。三叔来了，专门接你去七绝门考试。爹跟六叔、这婶儿、狗剩他们几家吃了3大碗面，还让我拔了葱。一转眼，小妹也到了要出嫁的年龄了。爹，娘。哥，你能考上七绝门吗？能，哥一定考上。安哥说他一定能考上七绝门。我打死你！一定能考上。爷爷，哥，小妹，远行之前能看到你们，真好。采下一片云朵寄给家人，就算是报平安了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映入烟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映入烟。
谁？大家长让我来接你。大家长知道我要来。我听人说，这世上有一条河是看不到的，只有在最深的深夜，顺着月光才能依稀看到它。沿着这条河往上走，就能找到杀手榜上排名第1的暗河。没想到果然如此。暗河分3姓：兵器术苏家，内功拳术谢家，医术秘法穆家。3姓各自统领门内高手，以大家长为尊。你是苏家家主吧？苏沐雨。没错，就是苏沐雨。我还听说，你的名字跟你的这把伞有关。你这把伞下有18柄长剑，杀气暴涨时会有18柄利刃喷洒而出，宛若沐雨。你很了解我们。跟你们做生意，当然要多了解一些了。太了解我们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那么，你给我们带来了怎样有意义的事情？我要那只能在暗处的河流流入天际。沐雨，距离你上一次和他并肩一战，是多少年的事情了？12年有余了。如今再入江湖，你和他便是敌人了。你的心里是不愿意的吧？我不赞成暗河参与这些事，但我知道你有你的打算。我是苏家人，一切听从大家长的指令安排。我一直在寻找暗河的彼岸，希望到达彼岸，我们可以脱掉身上这件杀手之袍，重新站立于光明之下。而这件事，便是我们登上彼岸的最好契机。但是会死很多人。暗河之中，最不缺的，便是死亡。虽然你已经在信中说过了，但我还想听你亲口说一遍你的身份。北离6皇子萧楚河。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前来拜山。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？这就是问剑望城山，大点声行不行？我们第一次来做客，是不是应该客气点儿？谁请你来做客？你是雪月城弟子剑仙的弟弟，拿出点气势。没错，我是雪月城的弟子，剑仙的弟弟。什么世面没见过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听雨。
剑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，前来。哎，怎么是你？我不过效仿一下李兄问剑望城山，你这是要杀我呀？什么人？师叔祖。你就是赵玉珍啊？听雨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方才感受到听雨的剑意，还以为是他来了。你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就打得你知道我是谁。疯了！雷灭！看你的功法，应该跟齐鹤是同一门。你们姓雷的真的很有意思，没事老闯着望城山做什么？哼，那你再试试这招如何？剑仙所传，月息花尘。赵玉珍有真气护体，就算你出100招也伤不到的。你果然是他的徒弟，是他让你来找我的吗？他怎么样？我就是想替我姐姐出口气。你是他弟弟？你这么多问题，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呢？他说，他第3次上山的时候，要我随他下山，可是我等了他很多年，他却一直都没有来。他来过了。他来过了？不可能，这望城山的一草一木我都了如指掌，更何况是他来了。那一年你闭关练功，后雷云鹤前来挑战。你断其一臂，将其赶下山，但自己也元气大伤，几乎走火入魔。在所有天师的加持下，闭关养伤。在你疗伤期间，李寒衣确实来了。这件事应该整个望城山都知道。我确实不知。师傅，当年我还没拜入师门呢。我当时还没出生呢，师叔祖。玉珍，殷师伯，殷师伯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还记得你师父最后闭关的那一天吗？玉珍呐，你这一生不能下山，因为为师算出你的天劫。师父的话，徒儿不曾怀疑。与天斗，无人胜出，但为师想试一试，看能不能骗过天。什么方法？你入神游玄境。入神游？一旦入了神游，所谓的天道再也不能束缚你。为助你修成天道，望城山上下严防死守，不许任何人入山。可偏巧那一天，雷洪要到山上找你施剑，山上的弟子拦不住他，眼看他要入山，这时候李寒衣来了。是我错惊坤天了。你回去吧，待你练到剑仙一日之时，我会亲自拜访。但今日这望城山，你上不得。剑仙，我一定会成为剑仙。他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在几位天师的帮助下，已经恢复清醒了。但是，若想要恢复寻常，
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好，那烦请吕掌教跟他说一声，我来过了。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。最终，天道没能修成，你和掌教都负了伤。没过多久，掌教故去，此事就再无人提起。为什么不能提起？我姐那么傲气的人，来了3次都没能把人带走，她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赵真人，我们此行要去雷门赴宴，雪月剑仙会跟我们一起去，你去不去？还有我师父，我师父就是雷轰，他也在雷门。小子，我若不下山，会怎么样？我姐会跟我师父见面，我师父可能再也不会让她离开了。若我下山呢？一切尽在你的掌握。你说的对。那你到底是下不下山啊？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犯罪半行日复日，花开花落年复。你们走吧。那就走呗。无头无脑念首诗，那赵玉珍到底是下山还是不下山？哎，师傅的心思没人能猜透的。哎，你们师傅若是下山，真的会引起风云巨变的。师傅倒是没有真的下过山，谁知道呢？也许只是师祖诓他的，想骗师傅一辈子留在望城山。师祖才没你这么无聊呢。掌教的命格是天命，师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。天命。行了，赵玉珍来不来，在于你姐，在于她自己，根本就不在于你。你已经把你该说的话都说好了，现在就走吧。我觉得不管是李寒衣还是赵玉珍，以他们日行千里的剑仙境界，去个雷家堡真不是什么问题。换做我们，再不等就成笑话。走。也是啊，哎，这天不天人不人的，我也不清楚，我只信一点：事在人为。告辞。告辞。有个问题忘了问你啊，你是怎么说服你姐陪你去见雷轰的？以她的性格，她不会同意的。其实我骗了阿姐。哟，你还会骗人呢？我私下骗她说，我师父得了重病，就快要不行了，临走之前想见他最后一面，了却心中遗憾。阿姐就同意了。你师父知道你这么咒他？他要是能见到阿姐，我说什么他都乐意。想不到雷无姐，连你都会耍心眼。哎，这我还得叫你一声师傅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去雷家堡，你不会迷路吗？放心，我在雷家堡生活了10几年了，我记得它的味道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跟我来。你已经走错了，滚回来！啊，自己看。带什么路？那个人果然不是萧楚河。萧楚河整整消失了4年，如果他再度出现，一定会变得与过去不同。你见过他？曾经在天启城远远见过他一次，那一次得到了杀死他的命。不过有人抢先动了手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他死了。这件事情大家长知道吗？大家长知不知道并不重要，萧楚河是真是假也并不重要。暗河只需一个契机，踏入那座天启城。是啊，我们在黑暗当中待的实在是太久了。你现在要去杀那2个年轻人吗？以你的实力，有些大动干戈了。我会连夜南下去拦住一个人，这个人
似乎也要赶往雷文，他会是这次行动的一个变数。什么样的人能让你这般如临大敌？雪月剑仙李寒一。你们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拦住我们的去路？雷无极，这一次遇到的人跟以前的不一样，你要清楚一件事，他们是真的来杀人。那他们到底是谁？暗河。暗河？就是那个占据了杀手榜前8席次的杀手组是吗？没错，我姓苏，苏家苏昌黎。自报家门的杀手还是头一次见。告诉你们名字，是因为你们很快就要死了。苏昌黎，此人甚是巨剑，功法霸道，看起来3人中有他的事。萧瑟，这说来也是有趣的。咱们上一次闯荡江湖遇到的第一个对手也是杀手，不过这一次没有大师兄在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说错了，是靠你。哎，萧瑟！师傅，弟子以后闯荡江湖需要注意什么事？只要记住8个字：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可若是再快也打不过，那该怎么办？那你就记住4个字：打不过，跑。师傅，你还真是神机妙算啊！可就算这踏云步不耗内力，也极耗体力，这下麻烦了。原本计划着引开这几个人，给雷无极机会击败对手再会合。可看目前这情形，我已经快跑不动了，而雷无极那边也还被困着。萧瑟这混蛋，只有我追的，你们追不得。小心那2个。哼，你打不过这2个小贼也就算了，以为我也这般不济吗？没事吧？这么危险的东西你也敢瞎扔，就不怕打着我？那我又不姓唐，只能瞎扔了。大师兄的武器怎么在你手上？喝酒输给我的。行了，也得赶紧跟我去找雷无极，他可能有危险了。那个叫苏昌黎的，我怕是低估他了。不错，能在我剑下坚持这么久，你足以自傲。我还没有结束呢。你虽然不是我的对手，但却有机会逃走，为何要与我死战？我若走了，你去追我朋友怎么办？好，重情重义，大好男儿，这颗头颅值得一砍。师姐，萧瑟，你没事吧？几个小杀手还奈何不了我。哼，要不是本小姐赶到，你们早就死了。废话真多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咱们刚才是不是就快死在那儿了？没错。你们不是有20尊守着吗？那得问这个傻子，干嘛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去什么望城山？师姐，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？总不能说他们出城之后我一直跟着呀。看我找到20尊，不告上一状，就揍你们一顿。
走吧。师姐。雪月城李寒衣，暗河苏沐雨。还记得多年之前，你我曾联手对付过一个人。当时的场景，此刻犹在眼前。可你今日来到这里，是想杀我？就凭你一个人，杀不了我。这世上，恐怕没人能真的杀得了雪月剑仙。再加上一个我呢？暗河2个家主联手，哼，之前还从未有人有过这样的待遇。但想杀死我，犹未足够。我这儿有18柄剑，今日愿意全部断在这里，只求剑仙退回雪月城。慢走啊！快点儿！这个灯好漂亮，买一个吧。挑一个。丢了！我们被那个拿着大剑的家伙阴魂不散的追了好几天，现在好不容易把他甩掉了。你告诉我钱丢了？那苏厂里的剑那么大，那我打斗的时候被打丢了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！少废话！钱老师，我没钱，我可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，师姐？还不带钱？我出来逛逛不行啊？你出来逛，你也要带钱呢。而且怎么逛就逛到萧瑟边上去了？前几日的时候，臭小子，把你这2把破剑先拿去当。那怎么成啊？我要是现在把这2把剑当了，我们出了这个城门就会被苏长礼给砍了。那就算侥幸逃脱，我也会被我师傅跟我姐给砍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不被那个苏长礼给砍死，也得饿死在这九霄城。你们俩在这等我，我去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这好。哇，好多人啊！看着街上的花灯，那边臭小子。跑哪儿去了？夜景太美了。姐姐，你这么好看，叫你相公给你买朵花吧。一会儿我们也放一个。我不喜欢花。重点是相公2个字吧？可是你看，大家都有花呢。最近是我们九霄城的花神节，我们这里的姑娘都有插花的习俗。那就买1朵吧。入乡随俗，就当求花神庇佑，报个平安。买一个吧。哇，花神节的烟花，好美啊！始终如初见，从此策马江湖梦不复原。在想什么？想起小时候，每年元宵节我都会去烟火大会。我小时候啊，总被人挡着，我二爹就把我放在肩膀上。你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
雷门的人要是知道自己的火气被这么用，一定会被气死。啊！我要表演了！我要表演！我要表演了！乡亲父老们过来看看啊！过来看看！我要表演了！好，好，再来一个！好，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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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谢谢。雷门不幸啊！走，大哥，走。哇，安全的味道。你个臭小子！哎，萧瑟，咱们现在死不了啊？是吗？啊！你再这么张扬下去，这百里之外的人就会知道，这儿有一个傻乎乎的雷门弟子用霹雳子放烟花，到时候不死也得死。哎，先不说这些死不死的，咱们先去吃顿好的。哎，哥哥，刚刚我看烟花入迷，你还没付钱呢。哟，肖老板，抠门的肖老板居然给千落师姐买了束花。少废话，付钱。行，来，谢谢哥哥。去吧。走，带你们去吃顿好的。走吧。师傅，你回来了。叶若依拜见唐林月长老。大将军叶笑英之女。正是。师傅，不是说对月姑娘的病有医治之法，才让我把她带回唐门的吗？司空长风是药王的传人，他尚且医不好，老太爷能有什么办法？况且老太爷已经闭关数月了，连我都没有见过他。那是谁传假消息给雪月城的呢？是我。一潭流水一潭月，半入江风半入云。若依今日要见的，并不是唐门长老，而是天启四守护之一玄武使。你今日来见我，是因为那个人出现了吗？当年琅琊王谋逆案中，琅琊王甘心赴死之前，将他最看重的六皇子萧楚河托付给了他的4位好友，也就是天启四守护。如今青龙和朱雀都已经见到了他，也到了该玄武使出现的时候了。天启四守护，师傅，难道你让我在雪月城等的人就是？你要重聚天启四守护，跟随萧楚河重返天启城。大将军叶笑英是把宝压在了六皇子身上吗？小的时候见到他，觉得这样的人就该登上那个位置。我不管父亲怎么选，反正我选他。只可惜你来晚了。来晚了。你看外面。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雪月城背后有3大世家支持：唐门、雷家和温家。其中唐门与雷家一直不睦，与雪月城结盟只是形势所趋，以及我与3位城主交好的原因。如今形势有变，看来唐门的老爷子们有了新的想法。新的想法？现在雪月城里，只靠枪仙一个人，已经镇不住唐门的老爷子们了。有人悄悄拜访了他们，那个人开出的筹码，可是要比雪月城高得多。是什么人？北离2皇子，白王萧崇。唐莲，百里东军都教你什么武功了？百里师傅教了我一套内功心法，叫垂天，以及一套拳法叫海运。百里师傅说，心法强身，拳法护身。平日里对决，还是以唐门的
外防绝技为主。百里东君大概是看出你性格过于平实，所以传了这2套武功。这2套武功的精髓在于逍遥2字，但你似乎并没有明白。是，还请师父指点。当年唐门那么多弟子，我选中你，便是因为你的平实，但平实也会害你。人生在世，总要做出取舍。这是玄武令，叶姑娘，当年我们答应琅琊王，世代传人都会守护6皇子周全。如今我把玄武令给我最重视的弟子了，守护6皇子君临天启城的任务就交给他了。师父，你不必担心，我把玄武令给你，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。但今天有一件事你必须做到。暴雨梨花针，你信不信？你按下去，死在暴雨梨花针下的人是你们。我信，因为你是唐门第1的唐连月。但今天你不能走，就算我们2个都死在这儿，外面那几10名弟子也都死在这儿，要把你留下来。我并不想走，但这2个人，你要放他们走。是老太爷要见的人，我做不了主。有没有走的理由，要看他们的选择。唐莲，带叶姑娘离开。是。走。老太爷。老爷子，您也来了。许久没见你了，来看看你。唐莲，我与老爷子说会儿话，你们先走。好，走。老爷子，这次我还是让你失望了。3碗阳春面。啊，多谢，客官慢用。这路途遥远，就只有这几个钱了，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你这话有点萧瑟的意思了。少佐，这面还得是你雪落山庄的好吃一些。那是自然。我开的客栈，就连厨子也是方圆100里最好的。又在吹牛。怎么是吹牛呢？我骑最好的马，穿最好的裘，就连朋友都是最有义气的。师姐，他刚是在说我们吗？大概是吧。萧瑟，我太感动了，我还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“朋友”这2个字呢。那他之前都怎么叫你的？小笨货，不对，小憨货。我有你说的那么不讲情面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你朋友，可你欠我钱，这本来就是2回事。那这碗阳春面500两，我让你吃了。行，500两就500两，我又不是付不起这钱，就当是你那天在望城山下的救命之恩了。那天你要是弃我而去，苏昌黎在哪儿，我必死无疑。那你别吃了。干什么呀？我救你是因为你是我朋友，就算你萧瑟是街头卖艺、玩杂耍赚钱的穷光蛋，只要你是我的朋友，我都会救你的。但是你把情谊换成银子，你别说是500两，5万两我都不跟你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为我这朋友赴死？那你未承诺呢？比如，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母亲留下守护的承诺。这一个是情义，一个是责任，有什么区别？情义是我雷无杰闯荡江湖最看重的东西，我可以为之生，亦可以为之死。那责任是我出生以后便背负的，那是我不得不做的承诺。那倘若你要守护的人，你要守护的人要杀我，怎么办？
那便说明我母亲他们错了，那人不值得我守护，我带你跑就行了。那再如果你要守护的人就是……哎呦，我的雷师弟，怎么这段话还把你自己感动哭了呢？这我没哭啊。怎么了？弹指醉，好见识。怎么回事？小嫂，我们中毒了。接着，精通凝水诀，并且能和弹指醉相结合。你是暗河穆家人。暗河穆家，穆英。你们这帮人怎么总是阴魂不散？你刚刚服下的是蓬莱丹吧？这种奇药确实能对抗我的弹指醉，可他二人已经中毒了，再服下这丹药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闭嘴！这就是雪月剑仙所传的止水剑法。手上内力。雷无节，千洛，不要妄用真气。束手就擒，我可以让你们死得不那么痛苦。你似乎太得意了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没中弹指醉。你并不会武功。小嫂，我跟雷无节拖住他，你快跑！你的这两位朋友，若再妄动真气，就要筋脉寸断而亡了。闭嘴！穆英，你算盘打得很好，不过你还是忘了，他们二人内力暂丰，但我的内力还在。小嫂，这是……我眼脉受损，不能运用内力。这是如剑仙送我的无名书中武术的流转之阵，我把内力借给你们。你有这么厉害的武功，怎么不早用啊？想得美！你们内力暂丰，我才能成功。不过我的内力，你们用不了多久便会耗尽，要速战速决。萧瑟他们有新的消息吗？没有相关的消息。雷家没有书信传来吗？没有。我曾听唐师兄说，当初雷无节来雪月城的时候，1个月的路程，他们生生走了3个月。这样算来，但愿是我多虑了吧。以你的年纪能到此境界，实在难得。只是杀你这般可惜之人，才真是畅快呀！我可不怕水，火灼之术第8种，天火降。了解，不要妄动，站在那里保持气势。